第5代 Honda City 是 Car Plus Dog 卖的 B Segment of the Year。Why？ 为什么不是 Toyota Vios？ 为什么不是 Nissan Almera， 而是 Honda City？Value， 我觉得这台车子最大的卖点就是在于它的价值。说第5代的 Honda City 啊，从74000块到105,950块，这个车子是105,950块的 Honda City e:HEV iMMD， 简称 Honda City Hybrid。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 Honda City Hybrid 呢，它只是比刚刚推出的 Civic 1.5E 便宜了2万块左右这样子罢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会问，我到底要买最 high spec 的 City 还是最 low spec 的 Civic？ 俗话说啊，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主要是看你自己怎么选择。所以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et's move on。这个105,950块的顶配款 City 采用了 RS 套装，所以在车头这边就有 RS 的名牌。然后 Honda 的 logo 是有蓝色的底，就代表它是一个 Hybrid 混合动力的车款。高配款的 City 有 LED 大灯，有 Auto High Beam Control 自动调节远光灯，下面一样有给你这个 Fog Light， 整体看起来就更加的凶，有很多黑色的边，有风网造型等等。RS 版 Honda City 比普通版 City 多了黑色的这个压尾翼，也就是 Trunk Spoiler。再来呢 ，RS 版本的 City 下面还多了 Carbon Fiber 的sticker 啊 ，OK， 它是贴纸来的，它不是 Carbon Fiber 的 part 来的啦。我相信你看到真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车尾灯比你想象中还要来的立体，还要来的好看，因为它其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在设计这些 curve 啊等等。自从2020年10月 Honda Malaysia 推出了第5代 Honda City 以来，马路上就出现了很多想要假冒 RS 的 Honda City， 他们可以在车头那边加入 RS 的 logo， 把 Honda logo 换成蓝色的，他们也可以把side mirror喷上黑色，把门把喷上了跟车身一样的颜色，他们也甚至可以换到 Honda RS 的这个16寸轮圈。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发现到大家比较少去注意到的，就是因为这个最顶配的 City RS 呢，它的后面是用了 Disc Brake， 而除了 RS 之外，其余的 City 全部后面都是用 Drum Brake。所以你要瞄它到底是不是真狗假狗，你就直接瞄这边，看到只要后面是有 Disc Brake 的，那大部分它可能应该就是这个顶配版的 Honda City RS。然后呢，因为下面要容纳 IPU 的这个电动马达，所以呢，行李箱空间就比纯汽油版的少了100多公升，只有410公升。那我觉得这个410公升的行李箱空间就 OK 啦，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下面是还有储物空间的，因为它抽掉了备胎，它就没有那个15寸的备胎，就是一个给你打一般 kit 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 ，of course 它没有叫什么了，叫什么都想不起来了。Power Tailgate OK， 它没有电动尾门啊，因为回到头它还是一个日系 B segment 呀。我的身高是178cm， OK， 它的椅背非常的斜，然后头部空间也 OK， 刚刚好动到，因为现在他们把车顶为了要好看嘛，就做到比较低，但so far so good啦，你做斜一点的话就没有问题了。那腿部空间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地板也非常的平，所以坐起来真的是你会觉得它不像以前的 B segment 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第5代的 City 啊，虽然轴距只有2600mm， 不过车长已经来到4553mm， 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比第9代的 Honda Civic 还要长了28mm。所以今时今日啊，你看到的 B segment sedan 呢，很多时候他们的车身长度已经长过7、8年前的 C segment sedan 了。就其实 City 全车系后面都有冷气出风口，下面给你2个不是 USB， 下面给你2个12V 的接口，你可以自己买 adapter 去接它。而这个 City RS 虽然是 Hybrid， 不过它同样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你只需要去后面的行李箱空间把那个拉杆拨开来。因为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底下有一个叫 IPU Intelligent Power Unit， 也就是它电动马达组。所以呢，在我乘坐的这个地方的旁边呢，它有一个好像冷气出风口这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冷却系统，可以透过这个冷气空调把冷空气运送到里面去冷却你的这个battery pack 啊。所以 make sure 你不要顶着这个地方啦，不然可能你的 IPU 的散热会没有这样好。
还是有这种 hard plastic， 而且是看起来没有这么 OK 的啦。不过看在它有这么多 speaker， 然后有红色缝线的份上就 OK 啦，瑕不掩瑜，基本上不是一个太怎么讲，不是一个太 cheap 的东西啦。整体上它还是维持了 RS 应该有的格调。这个就是最顶配的 Honda City RS IMMD 版本，它比我之前介绍的 Honda City V-Spec 多了一些东西，像是我身后的这张椅子呢，它是有 Ultra Suede 的这个材质，有红色缝线，中间有红色缝线 ，Steering 也有红色缝线。只是说这张椅子呢，就是完全是manual的啦，不是一个电动座椅。RS 版本跟普通版的 CD 最大的分别是，它的中控台这边呢就少了手刹车，取而代之的是这个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还有 Auto Brake Hold 的功能，同样是有很多的 Piano Black 钢琴烤漆等等。所以整体上你会觉得这个 RS 版本就比一般的 CD 还要再高一个档次。只要你买到的不是 1.5S 那个最 low spec 的，其余的 CD 都是有这个8寸的荧幕，支援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然后当你 reverse 的时候，它会有这个 reverse camera， 不过就不像 Vios 这样子有360度啦。当然，这个 V-Spec、V Sensing 还有 RS 版本有 Honda Lane Watch Camera， 就是你按下这个 button， 或者是你打 signal 的时候，它可以显示左边的车辆或者 model everything 啦。RS 版本呢，它就多了这个7寸的 TFT 显示屏，所以这一个电子仪表板，也就是跟最新的 Honda Civic还蛮像的，就是一般是 analog， 一般是 digital 这样子。所以 low spec 版呢，就是两个都是 analog， 再 with 一个小片的荧幕这样子。高配版的 CD 呢，它都有8个 speaker。当然，这个 hybrid 版本的 CD 呢，它没有 pedal shifter， 因为这两个东西呢，它叫 deceleration selector pedal， 它看起来像 pedal shifter， 不过它用起来跟 pedal shifter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CD RS 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款 Honda CD 是支援 Honda Connect 的。那 Honda Connect 可能观众对它比较陌生啊。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可以用手机远端操控，透过 App 来启动车子，观察车子在哪里。如果发生一些事故，它会把讯号传送到这个总部去，就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高科技的东西。纯电动模式行驶。很安静，你就在开这一台电动车。OK， 这个时候引擎 kick in， 并且帮它的电动马达帮它的电池充电，有没有了？ 纯电动模式。所以基本上呢，你在家里的 car park、condo 的 car park、shopping mall 的 car park， 一般上啦，不管你的电池再没有电都好，它都会以这个模式，就是 EV mode 来行驶。然后你稍微点一点油门 ，OK， 它的引擎就会出来帮它分担这个工作了。所以我上一次介绍这个第5代 Honda CD 的时候啊 ，I mean 就是那个纯汽油版的，它的 1.5 升 iVTEC 引擎有122 PS 145 Nm， 可是这个呢，这个 Hybrid 版本的 CD， 它的 1.5 升 Atkinson Cycle 的引擎就只有98 PS 和127 Nm， 所以单单就这个动力数据来讲，Hybrid 版本的 1.5 升 Atkinson Cycle 引擎的输出是比纯汽油版还要来得小的 ，But 就是这个 But 这个 Honda CD Hybrid eHEV IMMD 它多了一个 IPU 混合动力装置，能够提供额外109 PS 和253 Nm 的瞬间扭力，从0到3000 RPM 开始，它可以给你这个 Instant Torque。所以这个253 Nm 啊，也是 Honda Malaysia 在宣传这台车子的时候一直狂打的一个 point， 甚至他们还把这个 Toyota Camry 2.5 NA 拿来做，说这个车子可以割掉那个 2.5 升 NA 的 Camry 啦。这样讲是没有错的，因为毕竟你在起步加速，就是从静止在起步的时候，你是能够 feel 到那个贴背感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会问啊，它的引擎有98 PS 和127 Nm，
电动马达有109 PS 和253 Nm， 是不是代表说这个 CD 有207 PS 和380 Nm？No， 不是这样子来操作的。因为啊，它的 engine 跟 motor 呢，它们是轮流工作，互相交替的。好像我现在一收油的话，它就会利用轮子空转的扭力来帮后面的这个 battery 充电。当你一加油的时候，如果你的速度不快的话，它就会用这个电动马达来驱动车子，就像我刚才一开始的那个纯电动模式这样子。那如果你狂踩油门的话，它就会从这个电动马达这边再调动一些动力来辅助它的汽油引擎驱动整辆车子。所以这个 hybrid 的混合动力操作啊，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来的复杂一点，但是其实也没有很复杂的，因为你不用去怎么讲，你不用去 switch 它的，它就是你就踩油就走了，它自己会选择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给引擎来工作，什么时候让引擎睡着，什么时候叫引擎起床，这全部都是这个 eHEV iMMD 的系统在工作。像你踩油门大。可以，当你踩油过后呢，你会发现啊，它的起步加速是非常非常 smooth 的，不会输给 turbo 引擎 ，right？ 虽然是 1.5 L Atkinson Cycle， 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啊，这辆车子它只适合在中速域罢了，就是当你越跑越快，高速行驶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没有威力的。因为这台车子的 top speed 啊，只能够走到177 km/h。那普通 1.5 L iVTEC 版本的 Honda City， 它的这个 top speed 可以去到195 km/h 到196 km/h。所以为什么这个电动马达的 top speed 只能够去到177 km/h？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它虽然讲它有253 Nm， 不过当你去到一定的速度，特别是高速行驶的时候，其实完全就依赖你这个98 PS 和127 Nm 的 1.5 L Atkinson Cycle 引擎在工作了。换言之呢，当你在真的是跑到很快的时候呢，它就是完全是交由汽油引擎在工作，只有在低速或者是中高速的时候，电动马达才会出来帮助你工作。3、2、1 ，Go！它的0到100呢，数据上是 9.9 秒，就是10秒以内它不是很 impressive 啦。我相信如果是一些同级别的 B segment turbo 我觉得可能会比它还要来得快啦。当你在松油了，在踩油门过后，你会 feel 到这个 Atkinson Cycle 引擎的特性的缺点就爆发出来了，就是它潮啊。不过潮这件事情呢，其实主要是怎么讲？主要是你不要去这样驾它，因为这种 hybrid 车子它不是给你这样子拿来猛踩、拿来狂踩的。我觉得开着 hybrid 车子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件事情来的，因为它的重点并不是在于快有力还是这样子，它的重点是在于不浪费啊。你每一次松油，你每一次踩 brake， 你都没有浪费掉那个 energy。然后因为车子比较重一点它比纯汽油版的重了100公斤左右，所以它的车重是来到1246公斤。那车重就会影响了它的 body roll， 说话我感觉不出来了。但好处就是当你跑快的时候，比较重的车子会比较稳，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原理来的。就像你开一辆 Hilux 2000多 kg， 就好像它的重量就跟 Bentley Rolls-Royce 一样子，所以你可以享有这个重量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的一些 benefit 啦。Right， 但是这辆车子毕竟要考量到油耗、考量到成本等等，所以它虽然是16寸的打压，不过它是185罢了，就很窄啦。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觉得16寸至少要去到
205或者215了 ，OK，205、215或者195都好了。所以185真的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 limit 啊，就是它的抓地力方面你不能够要求太多。它的好处就是车子非常的轻快啦，你在摆动的时候你会 feel 到车子非常的灵敏这样子，大家小条嘛。但是呀，高速行驶的话呢，A 柱这边传来的风声是相当明显下的，特别是在这个速度啦。B segment 还是有 B segment 的这个先天性的局限啊，因为像我前面一直讲的，它的轴距只有2600 mm， 车身轴距只有2600 mm， 所以你要跟那个2700多 mm 的 Honda Civic 比的话是不用比的，因为那个轴距尺寸就摆在那边了，你在 full spec 都没有用的，因为你 B segment 你就是 B segment。每一个 segment 的 comfort zone 都不同啊 ，B segment 有 B segment 的 comfort zone， 那 C segment 有 C segment 的 comfort zone，D segment 有 D segment 的 comfort zone。当然啦，这个 CD RS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有一套非常齐全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重点就是这个我现在使用着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因为它已经接近一个半自动驾驶了，动到线的时候它会帮你摆 steering， 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 button 去调整你跟前方车子的距离，你要离多远多远多远多近多近都可以调整，所以它是一套非常成熟了的 Honda Sensing 的系统了的，你看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来的。which is 同级别的对手方面，我相信没有多少个对手，目前来讲应该是没有人有像 Honda CD 这样子的一个Adaptive Cruise Control。虽然它没有什么 Low Speed Follow Stop and Go 的功能，不过我觉得就 Highway 行驶来讲，这个功能已经是可以打趴其他对手的。我稍微跟大家聊一下我对 Honda Hybrid 的看法，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Hybrid不实际啊 ，battery 很贵啊，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当然，讲一些官方的话，就是 Honda 已经给他8年的这个16万公里的 battery warranty 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驾 Hybrid 我是不是白老鼠？你不是白老鼠，以前的 IMA 可能才是白老鼠。所以从 IMMA 进化到 IDCD 到我现在开着的 IMMD，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了的混合动力系统。它 battery 的效率更加的高，体积更加的小，重量更加的轻，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当然，像Honda Malaysia讲的这个 CD Hybrid 呢，它只占了整个 CD 的总销量的 5% 罢了，就是100个买第5代 CD 的人，只有5个人会选择这个 Hybrid 版本。所以你要不要买都好，本来他们都预计大概是5到10% 的人会选择它罢了。呀，我知道大部分人还是会买汽油版，不过你应该去试驾一下这个车子，去体验一下Hybrid 的意义在哪里。那最后要提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这个 Honda CD 可以成为 Car Plus Dog 的 B Segment of the Year， 所以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Toyota Vios 和 Almera 比起来，它有什么地方是比他们厉害的？首先分为3个点，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 comfort 它驾驶起来的舒适性等等是比那2个车子都还要来得好的。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它的 smoothness 你知道，你看踩油，大声是一件事情不过它会惊，它会走。第3个让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考虑 CD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用的一些质感都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看它有真的是缝线来的就是红色的缝线，这个 RS 版本的甚至有 suede， 好像奥坎塔拉这样子的材质。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价钱偏高，可是今时今日大家要求的东西已经不同了。你可能过往已经开过5年10年的 B segment 了，然后当然你觉得 C segment D segment 太遥远，你只是要一辆小车吧，你不要这样大的。所以在这个点上面 Honda CD 的确是能够它有一个怎么讲？它有一个市场意义它示范给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看，B segment 的天花板可以设计到这边的，而不是这边了。它虽然是一个 B segment sedan， 但是它可以给到你 C segment 的扭力、D segment 的设备。所以 Honda CD RS 它是马来西亚 B segment 的一个 benchmark 就是所有的竞争对手要吃这块蛋糕之前都要问过
Honda City 都要过 Honda Malaysia 的这一关，除非你真的是对它有偏见，不喜欢它某些地方，不然你要买一个 B segment， 你有什么理由不去 Honda 试驾这辆车子？所以 again 我要再次强调，它不是100%完美的车，不过它确实是有很多的优点，可以让你参考。说你要买别的 B segment，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比 Honda City 厉害的？那个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些 survey 啦。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cut。